俄罗斯 S-400防空系统具有怎样的威力，将发挥出怎样的作用？印度购买俄罗斯 S-400防空导弹，其目的是什么？能否起到相应的效果？现如今，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紧张，从中也反映出了很多的问题。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思考，其中就对于俄罗斯苏35战机被俄罗斯多次击落的问题，这就引起了印度的重视，并使印度也开始加强对本国防空力量的部署，也希望以此来加强本国空中力量。据欧亚时报报道，乌克兰 S-300等防空系统在北约情报支援下，成功阻止俄罗斯掌握空中优势，甚至多次击落苏35等俄军先进战机。对此，有专家指出，这类成功让印度空军十分兴奋，因为其正采购同样具备机动优势，也能与现有各式陆空雷达配合的 S-400防空系统。此外，欧亚时报还指出，退役美国陆战队情报官瑞特等专家曾表示，俄罗斯2月自各方向发动攻势，目标可能不是占领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全境，而是将乌军部队牵制于各地，阻止其增援东部顿巴斯等俄罗斯的主要目标。对此，印度空军退役中队长却并不这么认为，其表示，就算俄军真有此打算，也必须要先掌握战场的空中优势，以此才能够在己方的主要目标区域发动攻势时，能够阻止乌克兰部队向东支援。但是，俄罗斯的目的却没有达到，在面临沉痛损失的同时，也无法阻止乌军重新部署至该国东部和南部。不仅如此，泰克还认为，俄罗斯无法掌握空中优势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其始终没有办法有效压制 S-300等乌军防空系统。此外，他指出，S-300防空系统的系统架构使其十分适合与其他感测器配合，而在北约空中预警管制机和电子情报的支援下，乌克兰 S-300防空系统能提前得知目标来自何方，并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开启雷达、发射与导引导弹、结束接战后立即转移阵地等一系列步骤，从而让俄军难以打击到这些防空系统。对于乌军 S-300防空系统的优势表现，这让印度空军高层十分信任，因为印度此前大量采购更先进的 S-400防空系统。对于 S-400防空系统，不仅同样有办法机动作战，而且也能与各式陆基机载雷达系统配合，其发挥出的效果可能还远超 S-300防空系统，具有极其巨大的破坏力。此外，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，印度首个 S-400防空系统中队已于2021年底被部署至西北部的旁遮普省，将被应用于应对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。然而，关于俄罗斯 S-400防空系统，其就是印度专门买来对付中国的，以此来针对中国进行战略部署，具有极强的目的性。据悉，俄罗斯 S-400防空系统由俄罗斯阿尔马兹安泰中央设计局于1999年开始设计，是俄罗斯陆基移动式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，也是俄罗斯防空军第4代地对空导弹系统。S-400防空系统是 S-300防空导弹 PMU-3 型的全新升级版本，可用于从超低空到高空、近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密集多目标空袭，并针对第5代战斗机和复杂的干扰与对抗环境进行了特别优化，具备反战术和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。此外，据悉，俄罗斯 S-500防空系统还可对付侦察机、战略战术飞机、战术导弹、中程弹道导弹、超音速目标、巡逻机等各种目标。它能指挥发射8种不同类型的导弹，远程、中程、近程都可兼顾，最大射程达到400千米，具有极其巨大的破坏力，并发挥出极大的优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作为俄罗斯大力出口的一款防空系统，也在国际社会上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这主要是由于其具有的超强性能，因此受到了很多国家的青睐。据悉，在2014年4月，俄罗斯批准向中国出口2至4套 S-400防空导弹系统。2017年7月，土耳其和俄罗斯达成协议，斥资25亿美元购买4套俄罗斯 S-400反导系统。随后，在2021年6月1号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，印度确认致力于履行有关向俄方购买 S-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，决定购买俄罗斯 S-400防空系统。因此，
印度在购买了俄罗斯 S-400防空导弹后，这使其充满了信心，并想要借此对中国进行挑衅，以此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。这使其开始针对中国进行专门性的战略部署，大幅度提升本国的防空能力。然而，印度却忽略了中国歼20战机这一强大的利器，因为其具有的超强隐身能力，很可能将使其 S-400防空系统形同虚设，完全发挥不出用处。此前有消息称，中国歼20战机为了应对 S-400防空系统的威胁，便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。解放军空军多架歼20战机连夜出动，与模拟对手进行了实战演习训练。除了模拟空战之外，歼20战机还在特定任务要求下展现了强大的对地攻击和电子作战能力。此外，在训练过程中，歼20战机似乎还暂时停止使用用于己方识别的龙博透镜。这意味着歼20在执行难度更高的任务，即在面对能够发现隐形战机的强大对手时，需要掌握的具体战斗能力。对此，有分析人士指出，歼20战机进行对假想敌机场、雷达系统、导弹阵地的轰炸，这将对印度 S-400防空系统带来巨大压力。因此，歼20战机具备强大的隐身能力，这就使印度 S-400防空系统的雷达很难将其发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印度刚要入手 S-400防空系统的时候，中国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当时，中国就用自己手里的 S-400防空系统扮演假想敌阵地，为歼20战机创造模拟打击的环境，从而可以完全破解印度 S-400防空系统的防御，并对印度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虽然印度为了针对中国购买了专门的防空系统，但是这对于中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来说将会是形同虚设，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。此外，加上此前俄罗斯苏35战机被多次击落，这可能会存在不可控因素，也可能是战机老化，所以才导致被击落。因此，这并不能作为印度的参考依据。以此遐想，借着 S-400就想来对付中国空军，这可能会有点不切实际，并可能达不到所期望的那样。所以，对于印度来说，应该要更加注重于实际，而不是盲目跟从。这对于国家发展的益处并不大。对于中国来说，虽然印度已经将 S-400防空系统部署在周边，但是对此，中国可以加快歼20战机的部署。此前有消息称，中国已将歼20战机部署在高原地区，以此来对印度形成巨大威慑作用。这对于中国来说，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，将进一步加快促进中国空军的发展，也将给印度造成较大威胁。这也是中国对印度的行动予以最强势的回应，以此来更好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。